奇怪，我明明记得他在这里的，怎么都找不到啊！好痛！哦，怎么突然这么痛？嗨，你在找我吗？哦，你跑去哪里了？哎，我去你对面住了，对面的租金比较便宜。对面啊？嗯，那你是不要我了吗？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我每天和大昌哥哥呢黏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应该是不会回来了。哎，等一下，他找我了哈，拜拜拜拜。不要！那怎么办？医生，快来帮帮我！今天我们请到妇产科玛丽医生，带大家认识一个让女性长期疼痛却又很容易被忽略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两位嘉宾阳光可乐和郑六月也会和我们一起长知识。子宫内膜异位症会有什么症状？它又会有哪些治疗方法呢？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刚才看到那个短剧呢，原本应该在原位的可乐这个子宫内膜跑到其他地方不回来了，移民了所以跟我们要谈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有什么关系吗？其实很相像。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也就是说，原本应该在子宫内膜腔里待的细胞，它跑到了其他的地方。它可以长到肌肉层里面，它可以长在子宫外面，比如说长在卵巢上就形成一个巧克力囊肿，有的时候会长到肠道里面，形成肠道的内膜异位症，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输尿管，所以导致肾功能损失。在盆腔里面，它还可以跑到盆腔外面，有的时候呢，它会跑到横膈膜，所以说有些女性是在每次来月经的时候胸痛、气胸。这种是和内膜异位症有关的，还有一些内膜异位症可以长到肺，或者是罕见的，比如说眼睛、鼻腔里面都会有。OK， 那这个子宫内膜原本的位置应该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子宫的模型，然后这个呢是内膜腔，就是说在来月经的时候呢，或怀孕的时候呢 ，baby 会在子宫腔里生长。这个粉红色的其实叫子宫内膜。所以它正常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很里面的耶，其实对，很里面。所以它正常来月经的时候，内膜会脱落出来，但是月经之后，它就会慢慢再重新生长。那跑错位置，它会怎么样？正常情况下，这个内膜异位症的细胞，它也会随着荷尔蒙的变化，会出现周期性的出血，然后小小的细胞出血就会引起周围的炎症，会引起周围的粘连。所以当然很早的时候不会有症状，但是随着每次来月经，它就会慢慢变严重。长期形成下来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内膜异位症结节，会引起周围的硬化，会显微化、慢性炎症，会导致其他的器官跟它粘在一起。它是怎么出去的？怎么会移位？它不是出去，它是原来就在那里。就是说在胚胎细胞分化的时候，这个细胞已经在那里，但是你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荷尔蒙刺激，这个细胞是静止的。但是，一旦女生开始有月经了，开始有雌激素分泌了，它就会慢慢的刺激这个细胞活跃了，对，慢慢增生。平均来讲的话，亚洲或世界呢，子宫内膜异位症延迟诊断是7到10年。7到10年，症状开始出现，到最后得到诊断，平均是7到10年的时间。当然，像刚刚讲的，在亚洲的文化呢，我们有痛经，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会跟你讲 ，OK， 你痛经是正常的，对，可能忍一段时间，你生了小孩就好了。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第二呢，就是说在医生的里面呢，就是说也是有些可能就是你去看医生。医生只是每次给你止痛药，给你止痛药就回来了。近期其实情况是有很多的改善的，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内膜异位症的一个宣传教育，教育医生啊，教育家庭医生怎么去开始辨别 ，OK， 这个情况是不正常的，你需要去妇产科的医生那里去诊断有没有内膜异位症。不正常，例如怎么说出来不正常？就单纯只从痛经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如果你的痛经痛到你每个月都需要吃很多的止痛药，严重到影响到你的
的生活正常下不了的生活床，或者是不只是那种经痛开始出现，有些人可能出现，比如说同房的时候痛啊，或者是大便的时候痛啊，很常见的就是后背疼痛。喝冷饮的话，会不会提高这个风险？风险它不会增加内膜异位症的风险，但是它可能会让那个症状变得比较明显。那如果妈妈有这个问题，会不会我就是女儿风险会比较高？它会有一点点遗传的因素，真的遗传哦会有一点点。一点点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哎，妈妈有的话，女儿可能会有，她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比较高，但不是100%的。 OK，所以就要做检查，所以是这个需要定期检查。这个一定要早期检查，因为内膜异位症早期诊断了之后呢，它早期干预其实可以避免很多严重的后果。哦，那具体有哪些种类呢？一起来看看健康宝箱里面有什么。好，来可乐先吧。好 OK，所以里面是 ，OK，你们是有2个哦。分别是表浅型，还有深层浸润型。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根据那个内膜异位症侵入到器官的深度来决定。 ？OK，如果它侵入的深度小于5毫米的话，就定义为浅表型的内膜异位症，就没有到太深没有太深。 OK，对，如果多于5毫米的话呢，因为它很深，所以它是叫深层浸润型 OK，内膜异了解位症。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宝箱，好，好，6月，哎，下一个宝箱，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没有他东西，会得到。我怕它异味。你也太小心了吧你？OK，巧克力囊肿，啊，内膜异位症异位到卵巢里面，它就会形成一个囊肿。然后这里面那个巧克力呢，是其实是旧的出血来的 OK，啊，所以陈旧的出血它是巧克力颜色哦啊。其实这个图片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内膜异位症。哇我们看那个子宫呢，子宫表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凸起不平的，对对它其实是腺肌症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内膜异位症，但是它在子宫里面。然后卵巢，你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卵巢呢，它是有一个大的囊肿在里面，对哦对它里面会有。然后输卵管这个部分也是有受到内膜异位症的影响，所以可以站在就是内它膜异位吗？对，早期的时候呢，内膜异位症是这样子，它会形成这种泡性的改变。然后右面呢其实是直肠，其实这个病人呢，他的直肠整个和子宫都粘在一起。哦，粘在一起，你看看对，它粘在一起。对，它的内膜异位症其实是在这些黏的下面的啊，所以它会影响到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不一定会有明显的症状，有些情况会带来剧烈的疼痛，甚至会影响日常的生活。是，如果疼痛是持续加重，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做筛查。好，到底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会有什么症状呢？我们医疗小剧场 ，Action！你们不要再拉我了，我家在这里。我也没有在拉你啊，是你在拉我吧？不要再拉，很痛。哎，你们2个不要再动来动去，不要动来动去的啦。我们也不想啊，还不是因为你。哦，好，看，哎呦，来，我们请我们的3姐妹回味哦，哇，非常精彩的演绎。那刚才我们这3姐妹哦，就是器官粘连在一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啊？由于内膜异位症细胞的特点呢，它会引起周期性的出血，然后出血呢就会形成显微化，对，对吗？显微化就会引起器官粘在一起，对而且同时内膜异位症的细胞还会导致腹膜的一些表面细胞的破坏这样，所以一旦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疤痕形成。 OK， That's why 东西会就是器官会粘粘在一起，就是2个就粘在一起。就很像这个魔鬼毡这样。对，那子宫内膜异位还会有其他症状吗？子宫内膜异位症取决于它的位置不一样，导致的症状也是会不一样。最常见的其实是痛经，当然痛经呢也不是只是说痛经的时候小肚子痛，因为内膜异位症除了导致小肚子痛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后背疼痛。如果内膜异位症有影响到肠道的话呢，会出现周期性的便秘啊、腹泻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肛门有坠胀感，有的
时候大便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哦，有些人同房的时候性交的时候会痛，有些人可能会引起下肢疼痛。下肢对疼痛对。再就是如果内膜异位症有影响到输尿管的话呢，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后背的疼痛。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你看医生的时候呢，我们会问很多不同的症状。医生会问你生育要求啊，月经有没有增多？是。然后妇科检查也是很重要，因为通过妇科的双合成检查的话，很多的深部内膜异位症可以其实摸到，就是有触痛的结节或者是器官粘连。然后如果有怀疑内膜异位症的话呢，其实最常见的还是阴道超声检查。其实，我们常见的就是妇科检查，就是妇科超声呢。不只是包括子宫和卵巢，其实在评估内膜异位症的时候，超声还是需要评估膀胱、输尿管、肾脏、都可以一起子宫、卵巢、肠道，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超声来看到的。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哪一个部位啊？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肠道的内膜异位症就是它可以看到你那个黑的那个结节是一个很深的肠道内膜异位症侵袭到大肠里面。可是如果像医生讲，我们之前不是有说到，它可能会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也是透过超声波去照。如果是在盆腔外面就很难，所以症状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女生她会有周期的肩膀痛的话，我们会怀疑有没有横膈膜的腹膜内膜异症，或者是有没有就是阑尾的内膜异位症的话呢？因为这些超声就很难去诊断。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核磁共振来检查，因为核磁共振也是一个很有效的诊断内膜异位症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就是核磁共振。对，就是不同部位的内膜异位症。像左边这个图片呢，就是说巧克力囊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灰色的，其实是一个巧克力囊肿。就是那么大颗的那个。对。 OK， 右边的这个呢，其实那一条很长的、很亮的，其实是输尿管区。对，下面那个很黑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内膜异位症，它导致了输尿管阻塞。其实这个病人的肾功能是有损伤。有损伤。对。OK。这个。肾脏的，因为正常的肾脏不是像两粒气球那样，这个病人他其实是两面肾脏功能已经完全受损了。右面的这个呢，就是肠道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侧面的图，它是在子宫后面那个有差不多3厘米的肠道的内膜异位症受到影响，所以它已经压迫到脊椎了吗？它没有到脊椎，但是它会引起，因为它那个部位呢，它引起很多的神经线的那个粘连也是，所以它很多人会有后背的痛。背痛。那治疗方式呢又有哪些？内膜异位症治疗的3大方案，一个是药物治疗，一个是手术，再一个就是生育的治疗。就是生育，因为很多人不可以生小孩，所以可能需要一些生育的，需要根据需要会不一样治疗了。OK， 那你刚说有药物治疗，是可以吃哪些药呢？内膜异位症它本身是和雌激素相关的 ，OK， 所以我们会用荷尔蒙，就不同的荷尔蒙药来减低雌激素，所以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就是孕激素。长期的孕激素治疗呢，它可以减低雌激素的水平，从而达到减缓内膜异位症进展的一个效果。除了药物治疗，是不是刚刚也提到手术治疗这个部分？对，手术治疗内膜异位症呢，就是说现在的新标准呢，就是微创的手术治疗。我们会通过腹腔镜啊，或者现在比较新的机器人手术，来达到病灶切除的这个目的。OK，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使用的。对，这个是机器人手术的一个工具对，机器人手术什么意思？但机器人手术呢，不是说机器人自动手术啦，所以我们在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达芬奇的机器，我们把这个工具呢会放在那个机器上面，但是呢，我们医生是坐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面来控制这个手术机器来，它那个机器呢是可以传达手术医生的手的动作来传达到这个机器的，它的头是可以转的嘛，所以如果它那个角度比较难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很容易的达到那个角度切除的目的。所以相对于传统腹腔镜来讲，我们就是因为它比较精准，所以然后也不需要游离那么多的器官，所以术后的恢复会快一些。OK， 所以我们讲内膜异位症的治疗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管理，就是说。在选择我什么时候用药物治疗，什么时候手术治疗，就是手术的时机也是很重要，不是说我发现内膜异位症就马上进去手术，这个时机很重要。另外就是术后的一个长期的管理，就是因为
如果没有生小孩的话，我们会建议病人长期用荷尔蒙的药来减低它的复发的风险。所以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呢，内膜异位症如果做完手术之后不用荷尔蒙治疗，它的复发风险差不多是20%到30%。但是说，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有定期的用药控制，规律的那个盆腔理疗，这样可以将它的复发的风险减低到小于5%。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OK，明白因为很多人一听到说有这个内膜异位症啊，就是很担心说，哎，会不会影响到生育？是。那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就很难怀孕？对，其实一大部分的内膜异位症的诊断是因为他们不可以怀孕，然后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是有内膜异位症。对。但是呢，如果内膜异位症，其实从数据上来讲，40%的不孕是由于子宫内膜异位症造成的，其实比例很高，比例很高。然后但是说，如果我们能在早期的时候诊断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说，比如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有疼痛的时候，就开始赶快去诊断，赶快去治疗，它其实可以保护它的生育功能。医生，如果要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要考虑到什么呢？要同时考虑症状的严重程度、病灶位置和生育计划，来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式。好，欢迎物理治疗师 Rachel 郑树欣加入我们讨论，欢迎。欢迎。好，那 Rachel 想问一下，这个物理治疗在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就是会看一下，如果你们的动作会好不好，动作是不是有疼痛的关系。所以第一步通常是我们是会看你的动作。所以大多数如果我们真的是做这种盆底肌肉在这里的问题之内，我们会用有些的比较正常的瑜伽的运动。所以第一步通常是我们就是会教怎么做腹直区的呼吸。腹直对，因为你想一下，你这腹直区呼吸会帮忙它那个粘连比较软，而且它的动作会影响它比较少疤痕啦。对，所以我们就学一学好不好？可以，全部人可以一起做了。好，第一步就是手，就是放置在你的腹直。现在全部人深呼吸，越大越好。想一下，那气球越大越好。你就吹出来。所以我们试试看2、3次吧。好，再深呼吸，跟放。最后一步是盆底肌深呼吸，伸进来。你会感觉到下面全部开软，有胀胀的，软，偶尔你就是会看到跟听到一个声音有些人就是做了他们的腹直肌跟他们的盆底肌肉，他们就是会放屁，你是知道了，如果真的放屁是做对的。那除了这个呼吸的训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缓解症状？一个我们大多数是熊猫的方法。熊猫啦。做手我们就试试看吧，我来方式。我们的手跟脚下。收肚子，说刚刚学到的腹直肌运动，我要你吸，深呼吸，吹气，吹完了就是提脚。起来。来，我们数1、2、3、4、5，慢慢一下。如果我们要练盆底肌肉，我们就是想我们的大的肌肉是屁股。说屁股跟盆底肌大多数都是会一起做他们动作啦，所以我们就顺便一起练，好不好？来，我们反住，全部人躺看上来。我们只有英文大多数就是讲 bridge pose， 对，最重要就是我们就想我们的屁股要抬高，抬高，越高越好，越高越好。那我的手要放哪里？太高了，太高了是屁股高啦，说不是胸高。提臀，对，提臀，所以我们就收着。所以现在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想刚才我们就讲的盆底肌收紧，不要放屁，一起来，1、2、3、4、5，就可以慢慢下来。有，我听到我肚子在搅动了，那你肚子饿。
好 OK， 那还有什么招式吗？所以已经做完了，好累好累，全部东西好紧，我们就学一下 baby pose。哦怎么样 ？So baby pose 就是我们的2只脚 OK 开大先，好不好？提高高。 OK 这个太高了，来弯脚，弯脚手抓里面，里面好，尾骨要冻住后面，哦就不要要往提太高。不要提太高。对，如果你提得太高，你感觉整个身体那个感觉是在腰，我们就是要在盆底肌，所以这些其实在家里要做训练都可以，都可以天天做吗？如果你真的是当很像流血的时候是有疼痛，我们大多数的时候不会做增强的运动。哦，因为你想一下，你已经在整个肚子痛，你还不想再紧回去，所以大多数如果是在疼痛的时期对，我们就会做那种 Happy Baby 那样。 stretch 伸展。 对，还有腹式区放松这类的运动。 OK 可是如果那时是好的时间，我们就要练回去， OK 所以不会太衰弱。所以是看你个人的状态去调整，对，要做什么就是要调整。 OK。不同体式大概一天可以做多少时间？所以大多数如果你是比较衰弱，我们讲一天5分钟已经够了。5分钟就够了。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照护可以通过呼吸训练、骨盆底的物理治疗以及适合的伸展运动，去帮助身体放松、减轻疼痛。医生，想问一下，在节目结束之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最重要的提醒？没错。所以第一呢，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并不少见，它会影响育龄女性的1/4。对。OK。第二呢，就是需要记得的是，严重疼痛不是正常的，不应该忍，也不应该去习惯，应该尽早去就医。第三呢，就是内膜异位症越早被发现，越早开始干预的话呢，就越能减轻症状，也能减缓疾病的进展。这样的话，就能大大改善了生活品质，也可以预防子宫内膜异位症带来的一些严重后果。谢谢玛丽医生，谢还有谢。治疗师 Rachel 的分享。谢谢，那谢谢阳光可乐还有6月跟我们一起了解我们今天这个情况了哈。那感谢你们来的节目，谢谢你们。那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次见啦，拜拜。